我是来自江苏淮安的尚欣然，今年27岁。尚欣然，欢迎。美女嘉宾好，3位老师好。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有礼物送给你哦。我给你带来了苹果牌笔记本。哎，喜出望外，全被打败。谢谢你。谢谢。扑克牌，苹果牌，笔记本。我的笔记本。为什么这样送呢？第一个，这个苹果被称为禁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意思。我在上次登台的时候，可能跟黄汉老师说话的时候，对他有点冒犯，我是过来跟他解释或者道歉的吧。令老师，令财神嘛，打个牌嘛，你们3人没事在后面可以欢乐斗地主，他是财神爷嘛，多赢点欢乐斗啊。你这个笔记本送给你什么？因为其实我更记得你曾经说过的话，就是我们首先要做到的以下的3点，就是服从大部分人。理解少部分人，包容极个别人，就是在我下台之后嘛，然后我在台上的一些表现，其实也没到那个极个别人的那种情况，但是很多人对我批判，支持的少啊，我也很伤心呐。好，所以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一次来，你看这个有变化，有笑容了，这个就挺好的。24位女生对尚欣然印象如何？请考虑。请选择。谢谢，龚美琪。男嘉宾，你27岁，可是你样子长得有点着急耶。其实，在现实的生活中，人家都说看你27不像23、24。今天造型师给我做的时候，就看这发型怎么做成这样，然后再说这个到正规场合换个衣服，的确显得蛮成熟的啊。这个没事，我跟你说，有的人呢，比如像我这种人，我20多岁的时候看上去就像30大几，可能我50多岁了看还是那个样，没关系。来看第一条片子。嗨，大家好，我是2号男嘉宾。我叫尚欣然，来自江苏淮安。刚上台的时候，我其实本来想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开场。我口袋里面有24个纸条，我抽到谁？所以你很愤怒，你明白了吗？都真的是自我感觉良好。包括主持人，包括指导老师，他都没有正确的引导，最后就形成一种这种现场辩论的态势。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写鸡蛋这个事的时候，先写鸡还是先写蛋？那他想把难题抛给我的时候，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24号。丁东丽。哎，您刚说您男嘉宾这儿24号在这儿。哦，您好。女嘉宾脸上一团漆黑，我发现我每次都不能正对镜头。当然，这次到现场，我会与现场的灯光师沟通一下。我们今天刚来的5号女生是生化方面的博士，你有话要跟她交流吗？不跟她交流。乌龟跟兔子赛跑，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平台上。兔子赢了是理所当然，兔子输了贻笑大方。学会沉默15秒钟再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善意的劝告。人家说话15秒之后你才回答，对不对？人家都已经走了。在上期节目中我说的这样一句话，有女生给我灭灯了，我不想跟她交流。其他没灭灯的，我对她会温柔的说话。如果这次还有女生灭灯的话，她尽量不要跟我交流。不过她跟我交流提的问题，我会根据心情去回答。我想小心的问一下，你今天心情还好吧？今天心情还不错。对，心情不好的时候及时告诉我啊。4号男嘉宾，我对你这个印象很深，因为我和我一堆同学看，然后我就一边看一边帮他们翻译，就他们比较理解你，他们好像觉得你好像很不愿意被人否定啊什么，就他们还蛮喜欢你，而且他们还一直纠结的问我，就是那个就是你特别节约，然后用的牙膏都单位发的是怎么回事？我解释了半天也没解释清楚。衬衫也单位发的。你们单位福利好好。一般吧。你说你的这个同学喜欢我，我只想说呢，他们都是懂我的人，他们智商都蛮高的，真的能看得懂我那期节目的人是少。19号。男嘉宾你好，这里看你 VCR 里面说，我觉得你挺霸道，你挺狠呐。我有点大男子主义，我承认啊。但是你不觉得
在爱情里边，如果你这种观点的话，对女生是一种非常的不尊重吗？霸道与不尊重没有什么关系吧？你的独断专行对女生来说是一个否定，她有尊重自己的权利。女人并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凭什么就一定要听你的呢？你错了，如果一个女生她有选择性恐惧症，她就喜欢我这种霸道型的，什么事给她做主。鉴于上一期节目录制现场的那个气氛，我对那段的回忆，我建议大家都好好聊啊。男嘉宾，就是你刚才不是讲这里，不好意思，我戴个眼镜啊。戴眼镜。这里，男嘉宾，就你刚才说有选择性恐惧症的人会喜欢你。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有选择性恐惧症的人，但是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你，因为刚才一上来还觉得你挺好。但一看你 V42里说的女嘉宾要一灭灯，你就不愿意跟她说话。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不愿意？就是女嘉宾灭灯，你就不愿意回答她的问题呢？他把他给我的那扇窗户已经关了，或者那扇门关了，已经没有可能了。我们再往下交流有什么意义呢？他这么想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台上有24个人，时间是有限的，把有限的时间留着，还跟留着灯的人交流，可能效率更好一些。这个我觉得有道理。那我认为他这样会不会是一种小气呢？一号没关系，他不想跟灭灯的女生交流，我们还不愿意搭理他呢。好吧，谢谢啊！来，我们看下一条。认识2号男嘉宾吗？是那个2号男嘉宾吗？是不是那个2号呀？我特别喜欢他，我喜欢屌丝。他在电视里面太凶了。因为我是2号男嘉宾的，所以我成就了2号男嘉宾。在节目播出之后，然后收到许多的邮件，打开一看，都是一些广告短信，还有一些媒体的邀约采访。其中一家报纸对我进行了专访，开辟了人物专栏，而我就是人物专栏的第1期人物。有一个房地产商应用了我在节目中的话，他的妈妈一定要我拿一套商品房作为婚，然后打了广告，再完美的人也需要一套商品房。节目播出之后，有个女孩大半夜突然从外地坐飞机来找我，我把她安排住进了我家附近的一个酒店，第2天压了1天马路，然后下午就把她送走了。谁知道晚上又来了一个，然后住进了同一个酒店，第2天又压了半天马路，然后中午就走了。走了之后，我们就没再怎么联系了。他们说好像来见我的时候，我有点不高兴。其实，在现实的生活中，我还是比较有亲和力的人。那要做到这一点，那必须勇于做到，要替对方考虑。我觉得正确的东西会强势的，就是让他这样去做，不给他解释。我在现实中更是喜欢70分的女生。或许很多人会说，那你的标准什么样子70分呢？那我自我感觉一下，就70分就70分。哎，还有点出乎我们预料。你跟我们说，你在那个酒店里边一共接待过多少来找你的女生？对于你这个问题啊，我只想用3个字回答：无可奉告。这是4个字。那个11号。男嘉宾你好，你刚才短片说就是你参加完这个节目最大的改变就是女人缘变好了是吧？没有说这句话。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有很多女人给你来去找你嘛，对吧？其实这样跟你说，其实我本来女人缘更好，上过节目不好。等一下，让我问完啊。那你的约会方式除了压马路，还有别的约会方式没？我们那边旅游的地方很多，我把那个时候比较热嘛，带到很多地方去玩。然后导演说的时候，我们这个拍的时间短，也不可能说把那么多景点都拍进去，然后就总结一下压马路嘛。好，谢谢。5号。我觉得你经过这一系列事情以后，你最大的改变就是你更强化了你自己，更坚持你自己。哎，我觉得他今天这个亲和力就比上次好多了。上次我不在乎。你说的对了，其实我一直在坚持自己。上次真的是太紧张了，我平时生活中其实就是这样，很这个随意的，对吧？不用刻意的怎么样。有微笑了，现在最起码看到。哎，对。无穷。男嘉宾你好，你说你那个有点大男子主义，不是有点，是很大的大男子主义是吧？有点。有点。那你会？尊重女性肯定能做到的，对吧？你会介意对方的收入比你高吗？我上次就回答怎么回答，再重复一遍，收入不能说明什么。就你不介意是吧？肯定的，你想啊，有的人从事这个慈善行业，他不仅不赚钱，他还能捐钱，他的收入是负数的，那他就对不对？怎么说呢？收入其实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好，看下一条。他做事情有一点点的傲慢，
他从来不在意别人是怎么样想，别人是怎么样看，他自己定义所有的事情。那尚欣然他在与人交流的方式上面，可能有的时候有点太咄咄逼人了，然后其他的很多女孩都觉得他是不是太过于自信了？但是在我看来呢，我觉得他可能恰恰是因为不自信。他台上的表现吧，应该就是还是生活中的他可能等于个别的人比较好，能够用心，能够投入。但是整体上，他给人的感觉嘛，反正就是说价值观呢，跟大部分人还是有冲突的。希望他能更加绅士一点，也是为他加油。4号，我是有一些话想跟你说，男嘉宾可能你比较好胜，你也确实有一些过人的事情，然后就确实可能有哪方面的能力比较强，你不喜欢自己被否定，然后我感觉你可能也就是刚刚和人接触的时候有一点稍微的让压迫感，也许和你这个人是接触时间长了以后，你可能挺慷慨。我觉得男嘉宾你多和人接触一下，多交流一下，就在和人的交往中，你会逐渐就自己感受到自己，然后就自己逐渐改变。就我想跟你说的，因为我跟就是我们那个心理课的小组是拿你这个做 project， 所以就是。你刚才说的呢，也蛮正确的，你蛮懂我的。一般呢，就是第一次见到我的人可能会觉得我给对方压迫感，然后时间长的话就会慢慢改变这种想法。好，但是不管怎样，今天尚欣然在台上的表现和上一期比起来，在和人沟通上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我们看到一个特别可喜的变化。好，再见。有些话没亲口说，再多的承诺。这次更没有上次那么紧张，是不是比较放松一点？毕竟第2次来嘛，有点经验吧。我觉得我今天失败的原因也是这个与女嘉宾这个心目中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吧，感觉到台上很多女人，她大女子主义比我还强，对吧？比我的大男子主义还强。有请下一位男嘉宾。